大家好，你是否曾经在玩完一款游戏后，即便它为你带来了极大的情感体验或深刻的启示，却再也没有重玩的冲动？从经典的国产游戏《仙剑奇侠传》到现代的线上游戏和手游，这些游戏不仅仅是消磨时间，它们仿佛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窗口。也许这正是人生的意义，一场看似自由却实际受限的游戏，充满了无尽的可能性。尽管支线任务众多，看似让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这个世界，人生的主线却异常明确而简单。生、老、病、死，这一切都在不断的循环中。告诉你一个我个人的经验，我玩过无数的单机游戏，每个游戏都带给我不同的情绪体验和启示。就拿萨尔达传说中的冒险旅程，每一次的游戏体验都像是一次小生命的完整周期。玩完一次后，就算再感动再沉迷，我也极少重复去体验同一游戏，因为一旦结局已知，那种最初的探索的快感和未知的激动就不再存在。通关后，游戏里的世界依然宽广，我可以操纵角色，骑马看日出日落，但再也没有了出狱时的那份兴奋与新奇。这不禁让我思考，人生的游戏是否也是如此？我们努力攀登，奋斗不息，但当我们站在人生的高点回望时，是否也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空虚？然而，与游戏不同的是，人生的支线，我们的关系，我们的职业，我们的爱好，都有着不可预测的变数。这些支线给予我们机会影响主线的体验。虽然我们都无法改变生老病死的终局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生活，是选择安于现状，还是勇于探索新的可能。这就是人生，一场符合道的自然循环定律。大家都知道道理都在生活中这句话，却可能不知道，真正的原话其实是道的理都在生活中。那么，这两者有何差别呢？前者表达的是生活经验和日常事件中蕴含的智慧与道理，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教训和真理；而后者则强调道作为一种宇宙法则、自然法则或生活哲学，不仅仅是日常智慧的总结，而是一种更宏观的宇宙法则或生活哲学。这种理论上的探讨强调，人生不仅是学习实际道理的场所，更是理解宇宙根本法则的舞台。在这个循环中，性格、智力、外表、健康和出身等因素，不过是被上帝随手捏造的变数。许多人认为上帝是公平的，因为不论你拥有何种条件，生老病死的循环总是一致的，只是时间的快慢不同罢了。我们能改变的，只是如何让上帝给予你的这个角色变得聪明或愚钝。如同游戏中你帮角色赋予的装备跟职业等级，这些都只能影响你的社会地位，而非生老病死的必然。在这场游戏中，热闹忙碌只是过程，孤独才是终点的常态。游戏依照两个法则运作，天道和人道。天道即生老病死的必经之路，是无法更改的主线，而人道则是可变的支线，允许我们在生活中做出选择。类似游戏中的支线任务，若花时间去解支线任务，则可多获得一些道具或经历。不管我们如何选择，天道的终章总会到来。尽管人道的路线千变万化，全球70亿人可能有70亿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但国家和货币系统将这些经验归类，使得生活体验大同小异。这些分类可能影响我们的生活体验，但不会改变生活的本质，不是被他人操控，就是掌控别人。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并利用人性。有时候，人生中的那些支线任务，就像一场精彩的电影，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现实的重负。我们或许沉浸在追求爱情的甜蜜、职场上的成就，或是朋友间的欢乐时光中，仿佛生老病死的规律与我们无关。然而，就像一个每天只忙于享乐，不愿意为未来打算的人，他可能觉得不需要考虑买房或成家，认为可以安稳地过完一生。但生活总会在某个转角给他一个现实的提醒。当父母年老生病，医疗费用和照顾的责任突然降临时，他不得不面对之前所忽略的责任和挑战。
当然，他可以选择继续留在新手村，避免更大的挑战和投资，生活在一个简单但可能缺乏成长的环境中。然而，无论我们选择哪条路，生命中的主线生老病死终将到来，提醒我们回归人生的基本面。这就是天道的召唤。无论我们如何沉迷于生活的琐碎或是快乐，最终都必须回到现实，面对生命的循环。因此，在天道的提醒之前，我们应尽可能的沉浸在这场游戏的世界中。人生虽然看似复杂，实质很简单。我们应该尽情体验更多的支线，深入理解这个世界，享受生活，无悔于此。若你是个玩游戏对支线任务情有独钟的人，为何不愿在你的人生当中多跑些支线任务呢？去做你想做的事，去爱你想爱的人，追求你渴望的生活，不必后悔，不必恐惧。对于我们的选择，我们应该无怨无悔。这是当我们走到人生旅程终点时，我们所能拥有的最佳结果。即使现实有时会给我们当头一棒，这也只是游戏的一部分体验。对于不留遗憾的人来说，当生命的大限到来后，我们无需依依不舍，因为即使我们重新开始，你也不知道下次的你还是不是原来的自己。我是小玄子，朋友们，我们下周见。